我是胡歌，一名环保志愿者。2023年，我和东方卫视合作了一档环保纪实节目《一路前行》。我和刘涛、陈龙、韩丽丽从上海到可可西里，从雪山到海底，记录中国的环保现状。怎么还有这么多？我的天哪！参与中国的环保行动，和环保工作者们同吃同住，同哭同乐。从1个人到2个人，从2个人到3个人，从3个人到4个人，从4个人到1群人，从1群人到所有人。很多事情其实你做了，它就有意义。这一次，我们想换个角度，轻装出发。我们试着搞清楚，天地万物到底美在何处？这儿开始有活珊瑚了，各种颜色，漂亮。萌在哪里？好肥呀！到底哪一个花开的瞬间？哪一个无意的回眸？他在回头看我们。打动了专家和志愿者，使他们发愿，护他一生。谁也不想死，给他点机会，他肯定能活下来。哎，对了，对。其实环保不需要理由，爱上万物生灵，自然就会想保护它们。从来没想到过我在这个草原上观察一只野生动物。苦不再是苦，而成了另一种幸福。这一季，我们想传达的是：只有了解，才会热爱；只有热爱，才会行动。一路前行。还是能感觉到有一点点缺氧。就你看到这个地方，你就想呀啦嗦。我们去看藏狐，能看见吗？来到青海玉树，我和涛姐最想看到的动物就是藏狐。这几年，这种动物突然出现在我的生活中，聊天时的表情包里有它，商店里的文创也有它，人们都喜欢它那呆萌的表情。人红是非多，我想知道，藏狐的走红带给他的是厄运还是福音？生活在那里的人又和藏狐产生了什么样的连接？有小亮老师在的话，应该能看到藏狐吧？我们来看藏狐，更因为他和这一季《一路前行》的总导演小亮强烈绑定。无穷小亮以京味冷幽默的方式科普动植物，全网拥有5000多万粉丝。他真名叫张晨亮，中国国家地理融媒体中心的主任。因为长得像藏狐，大家又叫他胡主任。鉴定一下网络热门生物之名，一个是4声杜鹃，叫起来是，对，还有一种普通夜莺，那都是小梁老师在叫吗？对吧？我觉得应该是他学的。这都是吵得大伙儿睡不着觉的鸟，得亏会吹哨，要不然我怎么学呀？我看胡主任他那个点击率好高啊。是啊，小梁老师像那个科普界的郭德纲。而这次，其实我也挺懵的。
胡歌老师找到我说想让我做这一季的这个总导演。我回家跟我闺女说这事儿的时候，她更懵，说妈妈，那个爸爸要跟宝总合作。就是小杨老师，他可以带领着观众可以看到自然界中有那么多可爱的精灵，不管是动物也好，植物也好，你一旦你感兴趣了，你喜欢了，你自然而然你会想到要去保护它，对吧？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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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老师，你好，涛姐好。你好，小梁老师，你好，我是刘涛。哎，你好。幸会。哎呀，咱是第一次见，我是跟胡老师我们之前见过，我们见过。你好年轻啊！是吧？你比我小很多吧？很多，小很多，比我多小，你想？小六岁，反正比我小6岁，哦你自己算吧。10岁，你比我小10岁。哎呦，是吧？来9个行吧？就为什么选在这个玉树呢？就是玉树是全中国应该是看到藏狐最容易的一个地方啊。明天咱们去应该能看到不少东西。哦，我不怕大东西，我怕小东西啊。明天鼠兔确实比较多。哦，真的吗？啊。哎呀，我觉得这边洞少一点，那里面洞太多了。哎呀，你没发现我说话声音多大了吗？那我跳跃的会比较多一点。明天咱们一大早出发，能看到这动物刚起床的时候会比较兴奋点啊。是动物兴奋还是我们兴奋？我们现在去山水的路上。我经常刷的老朋友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在公众号上发布的青海玉树藏狐研究工作，这里应该是解开我对藏狐的疑问最好的地方。咱们去的这个站离玉树城区是90多公里远，海拔是4200，然后在加当草原啊，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在那儿开展一些科研监测啊、社区保护、经济发展、气候变化的应对这些工作。但我还是有点，我内心是有点害怕的，就是万一我要是看见一个东西，或者你知道看见藏狐吗？啊，我觉得只要是他比你看见，还害怕，我告诉你。没事，他那表情跟你一样，对的，萌的，就是很搞笑，看了之后就不会怕了。那它在这种生态当中起什么作用呢？就为什么大家要保护它呢？它就算是这个次顶级的捕食者吧。藏狐最大的一个作用就是控制鼠兔，啊，因为藏狐的在这儿啊，在玉树这块的食物几乎只有鼠兔，啊，这个地方玉树为什么没有形成那个鼠兔灾，就是因为这儿藏狐足够多。而且呢，藏狐这样的明星动物在生态保护上其实特别重要。一片保护地，要是能出1种破圈的明星动物，就绝对是这地方所有物种的福气。大家因为喜欢它，就愿意保护它，愿意在这儿投钱、投精力、投人，这样的各种问题就比别的地方更容易被解决。藏狐也就成为了生态学上的叫伞护种。啊，它就像一把伞一样，保护着草原上所有的生灵和整个加唐草原。Hello， 你好，你好，刘老师好，怎么称呼？希尔就行，希尔就我是行。刘涛。欢迎康熙的希尔康哪儿？对，好，欢迎来到我们加唐工作站啊！咱们大狗都在表示欢迎呢，刚才就一直站在那儿。加唐草原啊，其实它藏语叫加痛，翻译过来就是彩虹之地的意思。鼠兔跑得快，藏狐生得多。你们这是先贴再写的吗？这沫都留下来了，这挺逗的。草原生机勃勃嘛。涛姐，哎，这花更好看了，这挺漂亮的，特别美。蓝玉簪龙胆。龙胆啊？龙胆。哦，好漂亮呀！这比天还要蓝。你看这儿的植物都是非常低矮的，因为这儿风特别大，他们就为了这个不让风把它给弄折了。蓝玉簪，插头发上那个簪子。这谁给它起的名儿这么好听啊？我觉得是一个很浪漫的人。这就是工作间。对，咱们首先看到这个就是一个签名墙啊。哎，小杨老师，哎，小杨老师，他们俩去哪儿了？怎么着啊？找着您的签名啊？啊哈哈哈！这是你的名字，我看见了。几年前来的时候签的。
这也是藏狐吗？这是赤狐。哦，这赤狐。对，像这4种是咱们草原上特别有代表性的4种食肉动物。兔孙，这不是兔孙，这是荒漠猫。哦，这是荒漠猫。这是狼。藏狐、赤狐。正好也提前准备了一个藏狐的一个叫声。这叫声一点都不露脸。这只好像挺漂亮，好可爱呀，小小的。这看着好小，感觉像2岁的那种。它这是发现里边有鼠兔在刨是吧？这逮鼠兔特别厉害。看完红外素材，我们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出门找藏狐了。希尔老师说，他们正好有一些日常巡护要做，我们立刻加入。这里正好是我们同事做的一块解说牌啊，咱们加长草原的。正好是做了一个镂空的设计，就是为了今天，就为了今天，得踮个脚。哎呦喂，得把这个拍上。藏狐如何成为高原最成功的肉食动物？哎呦，对，像这个其实也是，既是对当地的居民一些科普宣传，也有以后我们也是期待有更多的人来这边了解草原。我们其实做了挺多这样的牌子的，隐藏在草原的各处啊，等大家来发现。哎，那儿有2个旱獭，可以看到。哦，看到了。好肥呀！对，用望远镜看的话，有一坨特别胖的，特别肥的啊，喜马拉雅旱獭。对。因为旱獭它是草原上的一个建筑师嘛，像这些草原上的很多大型的洞穴是旱獭打出来的，而藏狐会去，会利用这个旱獭的洞穴。对。有的时候旱獭说：“我这洞我还用呢，就会跟他打起来。”这真跟那个大地鼠的那个似的，对，露一个脑袋。我干回头去了啊！我背对着他们走，背对着他们走，他们会不会没有那么害怕？进去喽。嘿，前面这一堆藏野驴可不少。正好，山水对藏野驴有长期的监测，我们马上下车开始干活。藏野驴现在是国家1级保护动物吗？对，国家1级。除了狼，还有吃它们吗？除了狼就没有了。没了吧？对。好幸福啊！熊不会吃吗？熊追不上。差不多就在这儿啊。对，咱们跟他们之间也要保持一定的距离，然后来对他们进行一个监测。监测什么呢？比如说他在那好好的，咱看他，主要看他哪些呢？这我知道他们这内容。监测就是拿这个相机框住一群藏野驴，然后20分钟的时间内看这个野驴它有没有走，每隔2分钟数一次这个框里边的野驴数量。如果说它20分钟内很稳定的在这个框里边，就说明这个地方是它一个稳定的取食地，就可以去采一采，看看他们吃的是什么草啊，拉的粪便是什么呀，然后就知道这片草原大概的一些，野生动物的一个栖息情况，是吗？对，尤其是对野驴，这野驴它吃的草是很特殊的，它喜欢吃那种禾本科的草，那种缩草类的草啊。你看咱们下面这种草就很少，上面那坡上那个草就很多，所以它们其实是这个草场比较健康的一个标志。明白了。你一说我就明白了。那咱就开始20分钟，我来分配一下任务。胡歌老师记录，鸡有几只？对，鸡有几只，然后涛姐负责记时间。哦，1、2、3、4。每2分钟。我老花。哦。1、2，这是1只还是2只啊？1只。你看我重影了，1、2、3，这有小的对吧？小的，这儿有个躺着的。5、6、7、8、9、10，10只。记录一下10只，时间。记。咱们现在11点43。1、2、3、4。
你确定这是一只？为什么我看着它像2只？这不像2个头吗？这是2只，这是2只，刚才叠上了。1、2、3、4、5、6、7、8、9、10，11只。11只。哦，又来了一只。哦，又来了一只。又来了一只。你看14只了。我现在是观察员身份啊。现在是14是吧？嗯。没动过他们都。他们的生活节奏比我们慢多了，像一幅画。嗯。这是我第一次这么科学的去观测藏野驴。之前观测藏野驴呢，也都是在车上，因为藏野驴特别喜欢赛跑啊，它看见车在开，它就一定要跑得比你快。然后这次呢是观测那个藏野驴呢是另外一种状态，就是特悠闲，躺一片。我觉得现在的加唐草原对这些动物来说，绝对算是个天堂。人的捕猎行为已经完全消失了，而且呢，不停地在做的就是对这个草原的修复，所以他们生活得非常舒适。感觉他们这关系都非常和谐啊。这个群体里边一个一个这种小家庭，都特别和睦。你看，小的都躺着，然后可能妈妈就站在旁边保护他们，保护着，现在有15只了。11、12、13、14、15。好的，到了。好，一共15只。那咱们这个持续20分钟的观察啊，这整个画框里都是14到15只。那咱们后面的话就由我们的同事，本着不干扰他们的原则啊，在他们挪地方之后，我们去对它新鲜的粪便进行收集。基础研究现在是越来越少人去做，像这种直接面对生物的、面对动物的研究，越来越少了。过去你会不知道基础研究是有什么实质性的作用，那现在我觉得更多的就是了解一线的工作这种息息相关的一种关系吧。我觉得就是像我们啊，就是我们因为不常来，会觉得这个事儿特别新鲜，特别有趣。但如果是像希尔他们，就是1年大部分时间都扎在这儿的话，我觉得其实是挺不容易的。一定是因为喜欢，要不然像这种监测，其实1年半载的看不出什么结果来，但是绝对有意义。你们现在有几个人？我们像今天的话有5、6个同事在这里。你们能吃辣哈？能。啊，我给你们做吧，多做几个，大伙儿可以一块儿吃。然后还需要干煸辣椒啊！我之前做小炒肉都是直接先炒肉，再把辣椒倒进去。哦。它这样的话，就是它那个就肉那个油，它可以吸得更充分一些。哦。它这样干煸的话，就先把它里边那个水分给煸出来嘛。蚝油、老抽，好，全放。好嘞。好嘞，出锅喽！嘞，我看着真好吃，配色也非常的好。哎呀，开饭啦！好嘞，就开饭。你们都成家了吗？我成家了。啊，你成家了？对。有孩子吗？没有。那你们每年就是在家的时间都特少吧？基本上都在工作站。回家确实是比较少，是吧？我妻子在山水北京办公室，那还比较能支持和理解。对。希尔是95后，在我这个82年出生的人印象里，95后还是小朋友。一眨眼，他们已经成为中国环境保护的主力了。出自顶尖大学，愿意扎根荒野，用自己所学来拯救生灵。有这些年轻人站在第一线，真令人安心。行，都吃完了。
好嘞，然后这边是那个垃圾分类哈。对，这边是垃圾桶。垃圾回收站是不是那条路那边？哎，见过。我们是见过吗？啊，是你吗？对。我们上次是在甘孜吗见的吗？他是虎哥。对呀，我们还有微信的嘛。好巧。好巧啊！我们那次也是做一个活动，你看还有这个。3年前，我在一次倡导垃圾分类再回收的活动中，认识了这位志愿者大哥。没想到3年后的今天，我们又因为环保而相遇。所以这里的垃圾有一些是你们捡回来的，有一些是村民送过来的。对，我们这边这个可回收垃圾就是交给这个阿物去回收的。哦，我们可以看一下吗？哦，好。所有的收来的这些，你还要再分类。盖子、瓶身都分开。盖子。哦，然后是用这个压缩机把它压成，方便分类是吧？21年你来的那一次，你们这个讲了一些垃圾分类的一些方式是吧？对，所以他就那些也就学会了。我很想知道他的这个根本的这个动力和原因是什么？等你到一个到时候，俺七孩子的送的，7孩子送的7年，俺的自己是放的，宝宝也比我高的，你比我来开要投到两百的，他些干部的等的丢的，等你上路就到哦，但到呀，可以的上家是原来的，他也对外的俺投过个。3000人打拖过个7张嘛，但那个家里人偏给张屋的，他也偏钱不是掏的啥，但他也俺路不俺下上了班的俺里头呢，他也接班就跟人家说这个嘛，俺才干的是，第三轮这个第4年嘛，单个上去俺这几家可叫大拉老一些对的俺。做环保的动力是什么？这个问题我问过很多环保人。他们往往亲眼目睹了一个美好的事物被毁掉，激发出了极大的悲悯之心。这种悲悯就是最持久的动力。这间房拯救了多少本因误食垃圾而死的草原动物？去世之前，我不会放弃生态保护的这个工作。我们向你学习，要向你学习。给各位老师展示一下我们藏湖景圈的一个工作哦，带项圈。对，带项圈。就是去对它进行一个追踪。现在有多少只已经带了项圈啊？像我们这里平台展示的有将近20只个体，那现在还在稳定回传的也有9只个体。我看一下你们那起的那名儿，个人色彩。2块1条是什么意思？就是那个小明，小明。下一个就是靓仔，下个靓仔，一个火锅，还有一个香锅呢。香锅都是吃的。它这个回传数据，它是实时都回传吗？还是说它是靠什么机制来激发？咱们要不就直接展示一下，比如说这个火锅吧啊，咱们的项圈在比较稳定能够供电的情况下，是1个小时，它会记录1次 GPS 点。这是1天之内的。对，所以最理想状态的话，就是说1天可以接收到24个点。对，没错。那像这个好几百个点，其实就能够勾勒出它的主要活动的范围。如果说它好几天它都在一个地方不动，你们就会觉得它是不是有问题，就会去找它，对吧？没错。这是火锅是吧？对，火锅。火锅长得真好看。还是雌性个体，然后小藏狐马上从洞里要出来了。咱们工作站其实沿着这个主路开，其实就有机会能够拜访到它的家园。因为藏狐本身的生物学和生态学信息，其实在
以往都是了解的特别少的。然后我们有机会去对藏狐进行一个长期的追踪和研究，去搞清楚它的生物学、生态学，以及它跟其他中小型食肉动物之间的关系。加堂有多少只藏狐来着？1000多平方公里，可能得有个几百只。其实今天咱们会去尝试，去捕捉一只藏狐啊，尝试。真的吗？有点害怕。就是不用你去扑，把它从笼子里取出来，进行必要的测量和佩戴颈圈。那咱们就那个行，出去收拾一下咱们的装备啊。好的。咱们的同事小雨，今天咱们也会一块儿去下笼子去捕捉藏狐。小雨是抓过狼，抓过狐狸。然后这个笼子检查一下，好门然后这个陷阱的开关好。怎么就会进去了呢？就里边放食物。我们里面在最里头放那个食物什么食物？其实就主要是那个肉食的，都有可能。像咱们第一只藏狐，就是用这个甜皮鸭去给它那个吸引到。对，好，咱们今天也给它准备了一个惊喜啊。那咱们就把这个箱子一起就弄到咱们的工具车上。出发。所以我们现在得瞪大着眼睛向两边观察，是吧？对。好吧，大海捞针。但那地上有一些蹦蹦跳跳的那种白脸的鸟，那是什么？白腰雪雀。这儿空气可真好呀，能见度太高了。哦，那不是，哦，它跟那个杆儿融为一体了。看一眼，那是什么呀？感觉挺像一只狐狸的呀。是啊。因为它的尾巴很大，是不是啊？不是，它是一个藏野驴，那个尾巴是它的脖子。哦，那边是吧？它在吃草呢。对，一个单个的藏野驴在那吃草。刚才确实挺像狐狸的。你们那个找藏狐的话，会不会有一些就是线索？就是凭你们的经验。这挺有意思的。我们有一个同事，他觉得他是能闻到藏狐味道的。哇，他鼻子特别灵敏。另外就是，我们发现他们在那个2个家庭的边界呢，会有更多的那些像尿液或者粪便那些标记。哦。对，但是就整个大草原，当我们没有任何提前知道的信息的时候，并不知道那个哪个地方是边界。但是像那种，那有个藏狐哪？就那边那个2点钟方向有一个藏狐在田埂后面再往左边走。哦，在哪？橙色的一个个体。哦，我看见了。运气真好你这眼睛也太好了。我也看见了，就在那儿。它是火锅吗？它上面带着颈圈，那基本上就是。你说这感觉就跟约好似的。提前打了个电话。它那个尾巴头上是白色的。对，那是那个藏狐这个物种的。所以它那不是那个个体的表现。藏狐是白尖儿，沙狐是黑尖儿，是吧？哦。它在回头看我们。它应该是看到我们了。对。所以一边往远处跑，一边再往后看。看见了。它去很远了。对，它往远处去了。咱上车吧。那走吧。我都觉得它认识你。好，这人又带着笼子来了，又要跟我做游戏了。那是啥？有个藏狐。这，就在这儿，正前方。好像是没有项圈的。吃啥呢？
蹲下来吃鼠兔呢？哦，是。有些地方为了不让鼠兔破坏草场，就用药物来控制，但是其他动物也受到了波及。要保护藏狐，就要保护这儿的鼠兔是干净的，这儿的猛禽啊、狼啊、赤狐啊、双脖猫啊就都安全。这就是藏狐作为散护种的意义，它保护了好几条生态链。这只在挠痒痒。对，这只挺乖的，这不怕人。它超可爱，好漂亮呀！它的尾巴真好看啊。这只营养好。感觉这只藏狐的那脸不是特别宽啊。这只确实脸不大。好漂亮呀！跑了！咋回事？跑得快！哦，感觉它在追那只鸟。这还有个流浪狗。对。哦，我知道了，刚才藏狐是躲这狗。再往前推吗？跑过去了，那下去了。哦，那是不是有个洞？不是，它下坡了。进沟里面。它下去了。嘿，它好像真的是去找它，还对。它闻到了它的味道。加唐草原有很多的散养狗和流浪狗，它们对野生动物还是有一些威胁和压制。你看藏狐就怕狗吧，我觉得这是一个潜在的问题。狗是人带来的，人还是要把狗控制好。从来没想到过我自己会这样，在这个草原上一直在观察呀，一只野生动物。其实我不是一个很敢去野外和野生动物在一起的一个人，看着很勇敢，其实很胆小的。但我现在觉得，其实这件事情还是挺有意思的。而且当你开始对它充满好奇和了解的时候，你也希望能够找到一些新的答案。巡捕中，我们越来越了解藏狐，藏狐也对我们放松了警惕，感觉放笼子的时机已经成熟了。我们选了个合适的地点，这里是一只未带项圈藏狐的地盘。我们的食物会放在最里头，让它一定要踩到。那假设就是它要是很快的嚼着就想马上带走，但是又踩到了，那它会不会在出的过程当中给它压到身体上呢？所以我们这边都用那个胶套把这个给它做了一定的保护。放诱饵还是怎么着？大家希望那个给它几只鸡腿，放几只的鸡腿。哇，这有点太香了，比咱中午吃的都好。有点过分。过分。卤水鸡腿啊！我能先咬一口再扔里面，我都想吃了。哎呀，好像已经闻到味道了，香啊，是吗？对，已经闻到那个鸡腿味道，还是藏狐的味儿？鸡腿味道。好，再来一个，2个差不多了。哎呀，出发了！抓到一个藏狐，就是为了抓你。抓到一个胡主任，正好也展示一下咱们这个工具箱，就是我们抓到藏狐了以后需要用到的东西。比如说这个是体重秤，就为了称这个藏狐的体重。这边有一些袋子，这个袋子呢是为了把这个藏狐给它蒙起来，不要让它看到外面的这个刺激。这样它能稍微镇静一些，然后也方便我们称它的体重。戴大皮手套去抓它吗？对，我们一般是防咬的，防止它这个一不小心拖出来咬到你的手。这个手套比较厚。有试过被咬吗？我们同事被咬过。有过，讲真是还挺痛的。狂犬疫苗。所以还是被狼咬过吗你？没有，我没有被狼咬过。这些干过吗？没干过，我们做昆虫的不干这个。然后那个一般捕捉那个藏狐的时候，就是要去抓它那个后颈的皮肤，就是这样，就直接就可以给它拎起来。对，这样的话它一般也会比较镇静。镇静一点，就比较镇静。抓后脖梗，就像跟抓狗狗一样嘛。对。他们那个妈妈也是这么叼小崽的，是吧？
对，接下来就是离开，然后把它放在这儿静置。从笼子的设计到这个机关的触发的这个过程的设计，其实都能够看到，就是他们对野生动物的这种保护。这个对于科研来说还确实很有帮助，这避免了你漫无目的的去寻找。其实咱们现在的这个笼子啊，是那个最新版的。像以前它可能还不长这样，像这个笼子，它就是挡板啊，就不是一个挡板，而是一个盖子。然后它也是有一个角度倾斜的，然后能看到那个以往的一些个体跟咱们笼子的互动。好可爱啊！哎，我就进去了。它这个好聪明啊！它都关上了，但是没把它抓到，是吧？但它吃到了吗？就直接就把那个食物就叼出来了，然后就到画面以外了。哎，又回来了。它叼到了吃的，它在想什么情况？它叼的什么？怎么那么大一团？那是鼠兔吗？应该是个鼠兔。以前那个有的时候也会用那个鼠兔去抓。作案现场还炫耀一下，然后它就吃起来了。哦，它真的是在吃鼠兔哎。对，就在我们笼子外面吃起来了，感觉就是很嘲讽的样子，还看我们，想逮我。这是火锅吗？这个叫呆毛，这只个体。呆毛啊，头顶上刚好就是像有个呆毛一样。我们失败过很多次在这只个体身上，可能最后就让我们那个感受到，确实得改进一下笼子。嗨，拉了好使啊！所以咱们的笼子其实是更新迭代过好几版。之前我看你们发过一个，就是他在外边乐，发出笑声。他先特别谨慎，然后最后觉得没问题了，然后一进，啪关上了。啊！相当于是这个。哇，要下雨了。我们要上车了。后来山水的朋友告诉我们放的笼子并没有抓到藏狐。也许他们识破了我们的计划，在远处看着笼子，发出得意的笑声。这也是保护工作的独特之处。保护工作者面对的都是生命力喷薄的精灵，只有不停地想新办法，才能把工作做好。变天了，雨一直不停，动物都躲了起来，我们只能暂停巡捕，去村里避雨。一间屋子里传出藏族阿姐们的说笑声，她们正在做一项集体活动，这是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为当地妇女开发的替代生计——毛毡手工艺。这边是阿姐们平时工作的地方。这边都在戳呢。这边是我们合作社的名称，登家是一座神山，那个神山是专门保护女性的一个神山。我们合作社也只有女性。咱们这有多少位阿姐呀？我们合作社有13位阿姐，最大的阿姐是62岁。这边每一面墙都是阿姐做的产品。哦，好可爱！太好了，这设计的。你兔孙做的挺好的，挺可爱的。这个做的很像，这个牦牛做的真好。现在您这藏狐已经是进化出各种颜色来了，是不是？下面还有蓝绿配色的，这个配的也挺特别。这太大胆了，这个。看来藏狐是您这儿重点研发的。对，藏狐是我们主打品牌。一双手可以挤牛奶做酥油，这双手同样可以赠予你高原生灵之美。之前牛羊多、草地好的时候，女性的收入是非常高的。她不仅可以在家里放牧，还会做一些奶制品的糖果呀，就都可以卖。但是近几十年，雨水还有气候变化带来了一些问题。草地退化，牲口多的话，现在草原供不了那么多，
国家实行了退牧还草政策，给了补助，又解放了生产力，又促进了草原生态功能恢复。然后后面有山水在这边跟阿姐们讨论一下说，大家愿不愿意去参与做手工，就慢慢学起来嘛。戳这个能给每个人增加多少收入呢？阿姐们每个月的底薪是800到1000，再加上多做多得，1个月的生活费就没问题了。哦。因为阿姐都是当地的嘛，然后加堂的草地恢复方面，我们也会尽可能去做一些支持。阿姐们都会说，就有多余的收入，这样的话就会去种草啊这种。我们能学学吗？可以啊，怎么做？可以现场学。先要把它固定在一个地方，然后再慢慢把它戳进去。哦，就是它就是靠这个戳来固定是吧？对对对。这个黑色的是牦牛毛，白色的是羊毛。好，那咱们试试。你搓了个什么胡子啊？我从小就叛逆，就要创作。你在干啥？你怎么你弄的是正面还是背面呀？我冲完，你别着急啊。这还挺考验人的耐心的啊。你看他是不是失眠了？那怎么这俩眼睛一上一下啊！我这个眼球可是不是毛用的太多了？我对不起你，宝贝，给你想想办法。您那怎么样？哇，你把我说怎么戳这么半天呢？把胡子都给戳上了。像你吗？像我。还是个白鼻子。看看，慈眉善目的是吧？哎，这挺像样，比刚才进步多了。你感觉做了一个藏狐界的刘涛。我建议咱们把这些啊，就送给他们。那咱留在这儿，咱得让人知道这是咱做的。好，咱们每个写个牌吧。好的。当你来到这片土地，你看到所有的这个小动物，它们真的就在你身边跑来跑去的时候，然后你再拿起这些小动物的手工艺品，在看的时候，你觉得每一个都代表着一种生命力。我想，就是它不仅仅是一个手工艺品的创作吧，其实也是拉近了他们和自然界中生命的一个距离。在这个过程中，应该会有很多快乐。平时就是边做边聊天，我觉得那种氛围就特别好。Di chuta ngan di songa chutum sa lo chuta zum ngan lika lana lika chama chwa dinda tani ngan dina hike tanga ta lika li tanda ni ta tam ya kin chuta nde ya computer mo yati tani ngan ro ma sa sa ndi ro ma ni sa sa cha stari dinga chau ga 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可以联系到你们呢？主要是游客吧，线上的这种宣传我们做的很少，网店就没有人知道嘛。来说一下我们的网店名字。对，我们帮你们宣传宣传。我们那个淘宝网店是守护荒野。咱们这个节目播出以后，可能到时候就会很多人来买你们的产品，那到时候我就可能13个阿姐就不够了。
谢谢，再见了嘞，再见了嘞。我这几天最快乐的时刻啊，应该是就是下车，然后大家一起往草原上走，说哎，我们拿着个望远镜，然后去这儿去那儿什么的。我觉得就是在享受你来到这片土地的当下的每一刻吧。彩虹过来了。彩虹？彩虹啊，好漂亮！加唐果然是彩虹之地。藏狐的保护故事使我明白，保护动物不等于要赶走人类，有时反而还要让这里的人更好地活下去。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人们保护藏狐，藏狐也用自己的方式回应着人们的善意。毕竟，所有的颜色组合在一起，才能形成彩虹。所有的物种共生共荣，才是完美的世界。我们向着彩虹的方向一路前行。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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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短短几天内，我对加唐的动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一次给我的感觉是，不断被种草，种草有趣的生物，可爱的人，新鲜的环保理念。没想到下一集，小亮老师真的带我去看种草了。黄昏，海浪和云层，让一切发生，相遇幸存。天上有日月和星辰，地上没有异乡人，都曾呼吸狂奔，相爱之证明才成为生。一路有热泪与天真，拥抱细碎的伤痕，别害怕，境遇在远方一场，等他的